明略呢，我们也是在9月份刚刚发布了我们的新的产品线 DeepMiner， 是我们的全新的 Agentic AI， 也是我们的大模型的产品线。那这个大模型的产品线，它里面有3个组成部分，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 DeepMiner 的 Foundation Agent DeepMiner-FA，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灵巧手的模型 DeepMiner-Mano， 是吧 ？Mano 其实是西班牙语的手的意思，是吧？它就是一个灵巧手的大模型，可以像人一样操作软件。那第3个模型就是右边的，它用来做 planning 的我们的行业专家脑，是吧？叫 Cito。实际上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台的一个 Foundation Agent， 同时还有2个模型，这是我们整个 DeepMiner 这个产品线它的核心的组成。那我先说一下这个 Mano。Mano 呢，大家都知道那个 Manus 其实也是手的意思，它是拉丁语的手的意思。那 Mano 呢是西班牙语的手的意思。大家都在解决手的问题，但是呢，这里面最大的区别 ，Mano 是一个模型，Manus 是一个 agent， 是吧？所以大家都说 Agentic AI 是什么 ？Agentic AI 不是 agent， 不等于 agent。Agentic AI 呢其实是有工程的大量的这个技术在里面，但是 Agentic AI 首先要解决的是 Agentic Model， 就是在我们做 agent 里面所需要的模型。我们当然了，今天全世界做 agentic model 做的最好的公司是 Anthropic， 是吧 ？Cloud 的模型。但是在中国，我想告诉大家说，我们在很多细分领域，我们也是拿到了全球的第1名。那 Mano 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我说一下 Mano 它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无人驾驶操作软件。我们管这个领域的大模型叫 VLA 模型 ，VLA 模型 ，Vision, Language and Action。那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词儿啊，听过这个词儿以前是在什么地方听过的？是在无人驾驶汽车的技术里面听到的，是吧 ？VLA 这个 L 是什么？就是一个 prompt， 就是我今天给它一个指令，比如说我今天让这个车从上海开到这个比如杭州，是吧？这是一个 language 的一个 prompt。那 V 是什么呢 ？V 其实就是视觉，是吧？今天我们的多模态的模型用来做无人驾驶的时候，它要解决视觉问题，就是它有激光为雷达的，还有我们的这个 camera 传感器来去扫描车的外部环境。那最后 A 是什么 action， 也就是说我们的模型得到了这2个 input 之后呢，它做了 plan 以后，它去 take action。这个 action 是什么？这个 action 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操控我们的方向盘和油门减速。这个其实是我们的 VLA 的模型解决的问题。那今天在虚拟世界里，VLA 在干嘛呢 ？L 其实我们给它一个指令，是说你要帮我在哪个软件上做个什么事儿，这就是 language 的一个 prompt， 一个指令。那 V 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模型呢，不停的会去截取这个屏幕，电脑屏幕，是吧？它要看到，就像人的眼睛一样，我要看到这个屏幕上有哪些软件，有哪些可以操作的文件，是吧？当前状态是什么？这个就是 V 要解决的问题。A 是什么 ？Action， 它要去 take action， 是我们能够去操作鼠标和键盘。所以这个就是 VLA 模型在我们的 AI 在这个 to use， 尤其是 GUI to use， 这个 GUI 是 graphics user interface 的意思，图形界面，像人一样使用我们的电脑上的图形界面的软件。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领域做的最核心的工作 ，Mano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大家可以看到右边其实是几张榜单呀，一个叫 OS World， 一个叫Mind2Web。OS World 大家看这个名字也能猜出来是干嘛的，是吧？操作系统的世界。其实我们都知道，通用大模型在每一个模型发布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晒一晒我自己刷，是吧？奥数题刷到了多少分？我参加高考能打到第几名，是吧？我参加了人类的编程比赛能怎么样？那这是通用大模型，它比的是我如何挑战我的智商，是吧？我跟别的模型相比，我高考能考第几，是吧？那其实我们这是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比赛，就是比谁会用电脑，是吧？谁用软件用得好。这个比赛叫 OS World， 在这个比赛里面，我们现在是全球的专有模型全球第1名。那在通用模型里面，所有的模型都含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全球第2名。这个是大家不要看到这个全球第2名，这个好像第2没有那么厉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用72B 的模型打到了全球第2的。那在整个这个榜单上的前几名，除了我们以外，都是全世界大家知道的，像 OpenAI 啊，像 Anthropic 啊这些大尺寸的，他们都是用1万亿的模型去提交任务的。所以可以说，这是代表了我们整个全球的最领先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进展了。我给大家放一个小的 demo。AI 操作浏览器是工具人升级还是赛博摸鱼？这到底能走多远？这场 PK 告诉你答案。PK 的主角是4个 agent， 分别是 Claude 支持的 Manus、GenSpark、OpenQA 支持的 Kimi 和 Mano 支持的 DeepMiner， 让这4个 agent 同时执行同一个任务，获取卖家精灵加拿大站2025年8月关键词为 Robotic Vacuum Cleaner 的前2页产品数据。好，让我们先输入指令。这里 Manus 和 Kimi 需要先人工介入登录， DeepMiner 则直接开始执行任务。
Manis 和 GenSpark 率先开始操作浏览器。好 ，Kimi 和 DeepMiner 也开始操作浏览器。可以看到 GenSpark 因为无法登录，给出了转向亚马逊的替代方案。Kimi 选择了加拿大站点，但未按要求将时间设置到8月，同样偏离任务目标。Manis 率先开始取数。好 ，DeepMiner 也开始取数了，而 GenSpark 擅自转向亚马逊 ，Kimi 条件设置错误，均偏离目标，任务失败。DeepMiner 率先取完了2页的数据，并开始输出 CSV 格式的文件。Manis 还在取数，此时 Manis 录屏为20倍速。Manis 在取数环节陷入了循环，此时录屏为72倍速，而 DeepMiner 顺利完成任务，用时7分钟。此时 Manis 已经用时26分钟。Manis 近半小时没取到的数 ，DeepMiner 只要7分钟。AI 操作浏览器到底能走多远？看到这里，你有答案了吗？今天其实使用了我们 DeepMiner 的智能体以及我们的 Mano 这个模型之后呢，实际上我们 AI 像人一样可以去操作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的软件。我们采集数据，做更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刚刚其实直接用 DeepMiner 和这个 Manus 去比呢，本身从智能体层面上它比是意义不大的，更主要是像 Manus 它用的是 Cloud 的模型，但我刚刚说了 Cloud 模型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为什么它仍然在很多任务上做不好呢？是因为其实它没有专门对数据分析类的软件进行优化，而数据分析类的软件，坦白讲，也就是我们人类最不好用的软件，是吧？里面的可以选择的参数啊，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很难用。但是今天其实我们的 DeepMiner 杠 Mano 是吧，已经可以很好的操作很多很多各行各业的数据分析软件了。当然了，这些数据分析软件的使用过程是怎么训练出来呢？大家如果待会儿在这个休息期间看到我们 Mano 屏幕，大家可以看得更细啊。其实这是右边是我们的 Mano 的技术报告，这里面其实我们采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叫在线强化学习。在线强化学习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当我们预训练出一个模型之后，那我们可以让这个模型在一个真实的环境中去操作各种各样数据分析类的软件。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明略旗下有非常多款这个数据分析的软件，是吧？实际上我们同时还维护了一个模拟的环境，这个模拟的环境可能估计全球也是我们做在这个投入最大的。我们把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类的软件都造了一个模拟的一个软件，就不是我们公司的软件，我们也要造一个模拟的软件，里面有很多数据，就是让我们的这个 AI 它不停的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去 explore， 它来去尝试，失败了以后它反思，再迭代，再进化，这个其实我们就称之为在线强化学习。那我们给到我们这个 Mano 任何一个新的软件的时候，它自己就会进去探索，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我们这个叫 Mano Explorer， 就像我自己投资了另外一个企业做酒店机器人的，这个酒店机器人它其实叫云际机器人，也是最近刚刚港交所上市。大家都知道，你们去出差的时候，在很多酒店都会看到这个机器人，是吧？其实这个机器人去到任何一个新的酒店的时候，它第一个过程都是这个过程，要先建个地图，是吧？它首先也是把这个机器人放到这酒店，然后让它开始 explore， 它把这个酒店的每一个楼层、每个房间全都要走一遍，走完了以后，它就会把地图画出来了。画完以后呢，由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在上面标注说这个房间是101，这个房间是102，这个房间103。你在地图上给它标注完了以后，后面你再告诉这个机器人说，我今天要把这个货送到什么305房间，它自动就送过去了。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过程。Mano 其实也是要做类似的事儿，我们给它一个新的软件，它可以自己可以 explore， 它甚至可以把一个新的软件的使用说明书做出来。当然了，我们人工在上面可以做一些标注。同样道理，我们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有自己的 benchmark， 就去测试一个 AI 能不能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类的软件上可以操作得非常非常好。那这个 benchmark 将来可能我们也会去开放，可以说这个领域的 benchmark 可能将来也会是由我们建立的，因为 OS World 是通用的这个软件的操作比哪一个公司做得更好，而我们是专门的去做商业数据分析，在这个领域其实我们是做得非常非常的领先的。